这部片的导演本来被预期要交出一份粉丝服务的满分考卷，结果他拍了这部，让全世界的剃刀党信徒开始在留言区打架。如果你觉得汤米·谢尔比永远不会倒下，那这部《不朽传奇》可能会先让你的人设滤镜碎一地。老头 Z 看了30年电影，很少见到回归作能拍得这么两极。今天我们就来拆解，这到底是救赎还是毁灭？先帮老头 Z 按个订阅。现在演算法比谢尔比家族的内斗还难搞，不按真的会失联。言归正传，这部《浴血黑帮：不朽传奇》烂番茄91%，但在 IMDB 却只有7.2。这中间的落差就在于你是看电影的人，还是爱住汤米的人。故事横跨到1940年，当年在伯明翰街头砍人的那群人，现在得面对纳粹的间谍和天上的轰炸机了。1940年的伯明翰不再是那个地下秩序繁荣的迷幻之城，而是满目疮痍的战争前线。悉尼·墨菲饰演的汤米·谢尔比，这次不是从赌马场回来，而是从他那自愿的流放之地被迫爬出来。这部片最聪明也最残忍的地方，就是把这个原本像神一样的男人，重新丢回现实的绞肉机里，看住他流血。IMDB 虽然没破8，但相信我，那种沉重感是影集从未有过的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那个曾经掌控整个伯明翰的国王，现在却要在战火中写回忆录，名字还叫《不朽传奇》，这标题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。导演汤姆·哈伯把节奏拉得很慢，有一种古典悲剧的味道。Netflix 现在就能看到这部片，但在你点开之前，你得先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这已经不是那个穿着西装、走路自带慢动作的帅气黑帮片了。回到现实评析，这部片的视觉美学真的没得挑，每一幕都像一张充满颗粒感的油画。但影评人爱的点正是老粉们不爽的地方，剧情变得太政治、太有哲思了。由提姆·罗斯饰演的纳粹特工贝克特不再是那种单纯的帮派对口，而是直接要把汤米拉进一场关于毁灭与不朽的智力博弈。这部片在伯明翰首映时，全场沉默了10分钟，因为大家都在想，这还是我们认识的谢尔比吗？如果你跟我一样追了这部剧10年，你看到汤米对住镜子，看出自己老去的容颜时，你会有种说不出的苦涩。第一章我们聊完了背景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到那个最核心也最让粉丝想砸荧幕的问题：汤米·谢尔比在这部电影里到底怎么了？在影集最后，汤米其实已经死过一次了，精神上的死，而在电影里他成了一个游魂。贝瑞·科根饰演的儿子杜克现在是伯明翰真正的地下皇帝，甚至会去偷英国士兵的军资。父子之间的传承不像是一场接棒，更像是一场灵魂的绞杀。杜克代表住年轻、充满野心且不带灵魂的汤米，而老汤米却开始有了同情心。这简直是黑帮大忌。有一场戏，老头 Z 看了非常感慨。汤米想阻止杜克去偷国防物资，但他的理由不是为了利益，而是为了那些在前线送命的孩子。那一刻，你看住悉尼·墨菲那双疲惫到极点的蓝色眼睛，你会发现，他不再是那个算无一策的谋略家，他只是一个经历过一战，看尽地狱却被2战再次唤醒 PTSD 的老兵。这种角色深度，电影版挖得很深，但也让那种霸总爽感消失殆尽。这里老头 Z 要深挖一个主题：为什么叫不朽传奇？真正的不朽不是指谢尔比家族的生意万年长青，而是汤米终于意识到，他的罪孽与传奇会像遗传病一样，一代一代传下去。雷贝卡·弗格森饰演的新角色塞尔达在戏中不断逼问汤米的灵魂。影评人说这叫探讨命定论，我说这叫老头子在跟过去的自己打架。这种文艺感爆棚的转向，让很多想看枪战的人在电影院里差点睡住。你可能正想住，那电影究竟有没有打架？有，但也拍得很怪。汤米不再是那个单挑一群人的英雄，他更像是一个在暗处操盘，甚至有点卑微的求存者。很多人批评这让汤米看起来变弱了，但我反而觉得这才是悉尼·墨菲演技的巅峰。他不是在演黑帮老大，他在演一个试图在彻底天黑前点亮最后一盏灯的人。但等等，我刚才说他想点灯，但其实这盏灯最后烧掉了2张我最爱的面孔。这里有一件事，我一开始也没想到，导演竟然真的敢把那2个人写死。这不是在开玩笑，这是对粉丝灵魂的直接暴击。接下来，老头 Z 要说说这部片最让人坐不住、最想给导演寄刀片的几个地方。我在电影进行到1小时30分钟的时候，真的差点想离场。
不是因为片子难看，而是因为亚瑟和艾达的结局处理得太草率了。老头 Z 就直说了，为了凸显汤米的孤独和不朽，把影集培养了6季的核心角色，用2句对白或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意外就领了便当，这对老粉儿来说不是艺术，是羞辱。有一幕亚瑟的特写，我也没感觉到原本那种暴力美学的张力，只感觉到了编剧的赶工感。而且这部片的剪辑节奏在第3章明显崩掉了。电影试图把一个世界大战、一场纳粹阴谋，加上一场家庭恩怨，全部塞进2个小时里。结果就是纳粹特工贝克特雷声大雨点小，前面塑造的那么邪乎，最后解决的方式却有一种我就想赶快收工的感觉。这种虎头蛇尾的通病，就连浴血黑帮这种金字招牌也没能免俗。这让原本91%的口碑在走出影厅后，变成了一阵无言的尴尬。批评完缺点，老头 Z 还是得说回他好的一面。虽然剧情结构有硬伤，但那种时代的宿命感确实被导演拍出来了。你想象一下，当2战的警报在伯明翰上空响起，汤米·谢尔比站在大雨中，看住自己的帝国逐渐瓦解，那种人终究无法战胜时代的悲凉，确实触碰到了真实的人生命题。这部片不是拍给想看黑帮火拼的人看的，它是拍给已经人到中年，知道人生总是有遗憾，且必须跟不完美的自己和解的人看的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浴血黑帮，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部充满氛围感的犯罪佳作。但如果是你在那个追了10年的粉丝位置上，你看到汤米最后那个带笑的告别，你可能会跟我一样心碎。这种进入体验、拉回分析的撕裂感，正是这部电影在网络上评价2集的主因。有人说这是神作，有人说这只是在消费情怀。话说回来，虽然我不爽亚瑟的结局，但有一段对戏是真的强。汤米和杜克在教堂里的那场对峙，几乎没有台词，全靠眼神。那一段，老头 Z 重新找回了当年第一次看《浴血黑帮》时手心出汗的那种紧张感。可惜，这种高产出的瞬间，在整部片里大概只有3、4处。老头 Z 的观点很明确：如果你寻求的是一个完美的圆满结局，这部片不适合你。但如果你想看一个真正的人如何优雅地面对毁灭，那这120分钟值得你花在 Netflix 上。虽然 IMDB 7.2分不显眼，但悉尼·墨菲的演出值得拿一座奥斯卡。他把汤米这辈子的罪孽、痛苦，还有那份微弱的慈悲，全部揉碎进了最后的每一个动作里。这部片让我思考了很久：什么是不朽？是不死吗？不是的，是你离开之后，你留下的那些坏事、好事儿，还有那些让你爱恨交织的人。杜克继承了汤米的权利，但也继承了他的诅咒。这种循环的设计虽然让老粉觉得虐心，但在叙事深度上，这部电影确实把浴血黑帮的高度抬到了另一个层次。这不再只是一部关于黑帮的片子，这是一部关于灵魂传承的墓志铭。我的一句话总结：这是一个让你痛苦、让你想骂街，但你看完后无法忘怀的终章。它不完美，甚至有很多让我愤怒的缺点，但它真实。它在这个充满正确结局的电影市场里丢出了一颗最不正确、最令人不安的炸弹。老头 Z 推荐这部给所有剃刀党的老战友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那最后一声。By order of the Peaky Blinders， 我们也得把这最后一程送完。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。业界都说这个终章格局大，转型成功，但我觉得亚瑟和艾达的命运是最大败笔。你呢？你是站在影评人那边，支持这种虽然残忍但深刻的艺术选择，还是情感上根本无法接受这种对核心角色的处理方式？或者是你更喜欢杜克这个新任继承者？把你的观测报告留在下面，老头 Z 等住看你们吵架笑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解析帮你理清了这部片的争议，记得分享这支影片，订阅按一下，不要消失。下次老头 Z 继续给你挖掘那些让你看了怀疑人生或是感动到不行的影视神作。我们下部观测见。